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上市当天，身为未婚妻总裁，打算给我一个名分。可那天他发表讲话时，却当着全公司的面把刚来公司不到3个月的白月光叫上台。他们在上面十指相扣，郑宇白得意地朝我挑眉嘲讽。本来不想那么快公开身份，但身边的人着急要我给他一个名分，我只好答应。未婚妻侧眸看着他，不仅没拆穿，眼里还满是爱意，甚至将我这些年努力得来的股份全都转手送给了他的白月光。没有你就没有公司的今天，宇白，希望从今以后你能带领公司所有人一起再创辉煌。两人在台上一唱一和，台下的员工纷纷鼓掌祝贺，而我则是静静地坐在位置上，不吵不闹。我倒要看看，离开了我这个最大的金主，他们要怎么再创辉煌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庄穗婉将股份转让合同递给郑宇白时，我整个人都是懵的。随后耳边响起爆炸般的轰鸣声，我才回过神，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不是梦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谢南洲才是总裁的相好吗？怎么又变成了郑宇白了？他来公司还不到3个月吧，这么快就飞上枝头当凤凰了，后半辈子直接躺平啊？谁说不是呢？就是可怜了谢经理，这些年为公司鞠躬尽瘁，最后什么都没得到。掌声退去后，员工们纷纷开始窃窃私语，但他们讨论的这些八卦丝毫没有避讳我这个当事人。我知道他们是故意让我难堪，以此来取得新任股东的欢心。谢经理，你是对总裁的决定有什么不满吗？还是说你不满意我拿这些股份？郑宇白说话时小心翼翼地揪着庄穗婉的衣角，似乎是在向她撒娇。我知道我刚来公司不久，你不满意我也是应该的，但我会努力得到你的认可。我希望今天你能真心地为我高兴。郑宇白的一大段话让我的大脑有些发懵，我好端端地坐在台下，一句话没说，他非要察言察语，似乎我不闹上一番他就不罢休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不为你高兴了？谢南洲，你什么意思？摆一张臭脸给谁看？宇白好心好意关心你一下，你什么态度？要知道以后他可是你的上司。庄穗婉语气十分冰冷，侧身看向郑宇白的眼神温柔似水。这一刻我才知道自己这些年的努力有多可笑。我上司，一个连数据都会搞错的上司，我可不敢认。你闭嘴！上次的数据明明是你给了宇白错误的文件，他才会出错。你自己工作不认真，还怪上宇白了？谢南洲，你还有没有一点男人的担当？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这个与我相爱了5年的女人，心底一阵寒凉。郑宇白进公司2个月，合同出错过3次，重要客户跟丢过1次，还有许多小错更是数不胜数。每一次他都把责任怪在我身上，说我身为他的上司没有好好教他，才导致这样的低级错误发生。直到现在，他还坚定地认为郑宇白的能力很强，我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算了，庄总，我确实也是个新人，谢经理不高兴也是应该的，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和他吵架。郑宇白语气十分委屈，他垂着的一只手紧紧抓着庄穗婉的手腕，像是在害怕。他这段时间经常犯错，导致公司损失了好几千万，他凭什么不高兴？我能保留他现在的职位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他要是接受不了，完全可以离开公司。只是他离开了我，怕是没有公司愿意给他这么高的职位和钱。我看着庄穗婉得意洋洋的模样，
讽刺地笑出了声。他的公司之所以能发展上市，都是我找的人脉用钱砸出来的。现在他上位了，就想一脚把我踹开，自己独挑大梁，让我把钱和权拱手相让。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？我没理会他们的挑衅，站起身。郑宇白以为我要找他的麻烦，脸色吓得惨白。庄穗婉见状，眼神立刻警惕起来。你们那么紧张做什么？既然你那么有实力，拿着股份在做助理的位置不合适，要不我的位置让给你。话语刚落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容易就让出总经理的位置。毕竟公司里的老员工都知道，这个公司是我一点点从1-2个人做到现在几千人的规模。在创业期间，我事事亲力亲为。我之所以这么拼，就是为了能成为庄穗婉最坚强的后盾。现在公司步入正轨，所有人都以为庄穗婉会扶我上岸，没想到却是让我交出实权这么一个后果。遥想公司上市前1晚，庄穗婉躺在我怀里，和我规划未来，想着以后公开的生活。那晚，我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眠，想着以后一定要给他更好的生活。没想到真到了这天，官宣的主角变成了郑宇白，而我成了无人问津的背景板。我这才发现，这几年的感情都是我一厢情愿。庄穗婉不是不喜欢官宣和浪漫，而是她喜欢的那个人不是我而已。说完后，我转身就要离开，庄穗婉突然拦在我面前。我愣了下，按照她要面子的性格，这种场合她压根就不会管我，因为她知道不管我怎么闹都离不开她。正当我以为她是挽留我时，庄穗婉一句话又将我的悬着的心丢入谷底。南州公司需要新鲜的血液注入，那些老一套的方法该淘汰了。我没想让你辞掉总经理的职位，但你都说了，那就放权吧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笑了笑，还真是说得冠冕堂皇。若是以前，我肯定会争辩一番，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。随便你。庄穗婉被我的回答吓得瞪大眼睛，场面顿时有一瞬的尴尬。这时郑宇白的狗腿子兄弟立刻站出来向他庆祝。我看着其乐融融的场面，转身出了宴会现场。刚出大门，一辆劳斯莱斯停在我面前，随后司机毕恭毕敬地朝我鞠躬。少爷，先生说您玩够了，是时候回去继承亿万家产了。我是全球首富唯一的儿子，是京城所有人都望尘莫及的存在。我第一次见到庄穗婉是在医院，彼时他的母亲出了车祸，正在和一个富二代打官司。身为他母亲的主治医师，一来二去，逐渐熟悉起来。我渐渐地被他身上的坚韧所吸引。但他的母亲最后还是没能抢救回来。自从那以后，庄穗婉心底就对富二代有点抵触，也是决定追他时，我开始隐瞒身份。后来庄穗婉说要自己创业，我不仅辞去了医院的工作，还拒绝了爸爸要我回去继承家产的邀请，陪着他闯荡。这5年，我全部的生活都只围绕庄穗婉。我以为5年的努力，终于能大大方方牵起心爱女孩的手，没想到在关键时刻，庄穗婉却放弃了我。少爷，到了。思绪回笼，我下车后让明叔先回去，等我处理好这里的一切后再回家。回到家后，我刚打开灯，就看到餐桌上放着已经化了的蛋糕，这是我给庄穗婉准备的。本来是为了庆祝今晚公开身份，现在却像一巴掌狠狠打在我脸上。我猛地上前，将餐桌上冷了的饭菜和蛋糕都砸了个遍。
随后就准备收拾行李，准备离开这个满是回忆的家。刚打开衣柜，手机响了，郑宇白的微信聊天框突然弹了出来，是一张照片。照片里，庄穗婉一丝不挂地躺在白色床单上，脸色潮红，脖子上暧昧的痕迹十分醒目。我握着手机的手不断紧缩，刚保存好照片和截图，郑宇白那边就撤回了。不好意思，谢哥，我发错了，你千万不要误会。我看着聊天框里的对话，轻嗤了声。我知道他是故意的。自从他来到公司开始，就会有意无意地给我发他和庄穗婉亲密的照片，有时是牵手，有时是拥抱，这一次直接上了床。若是以前我看到这样的照片，肯定会不管不顾，直接杀去酒店，然后质问庄穗婉为什么要这样对我。每次他都会以普通朋友来搪塞我，有些谎言一旦说多了，听的人就麻木了。我没回复，反正都要走了，以后也不会有任何联系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删除。我订了明天下午最早的一班飞机，收拾好直接打车去了离飞机场最近的一家酒店。刚到酒店，庄穗婉的电话来了，我没理会。在他打第 N 通电话时，出于以前的情分，我还是选择接通。谢南洲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今天股份的事都是我的决定的，和他没关系。有什么气你可以当时说出来，事后做什么小人？我没说话，静静地听着他的数落。在员工面前表现得那么大度，你装样子给谁看？不就是一张我刚刚发表感言时的照片吗？你至于生那么大的气？我警告你，赶紧给予白道歉，否则别怪我以后都不理你。听着他的话，我嗤笑了声。明明是他的裸照，却被说成发表感言的照片，真是不管郑宇白说什么，他都无条件的相信，甚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来质问我。道歉？我不屑道。庄穗婉，你们最好现在给我道歉，说不定还能少损失点。谢南洲，庄穗婉气得大吼了声：你做梦，你不道歉是吧？我倒要看看，等明天你到公司还会不会这么嘴硬。说完，他直接挂断电话。我不以为然。庄穗婉不知道的是，离职书我已经发给人事经理了，他明天一上班就会看到。而他的公司我也不会再回去了。第二天，我是被庄穗婉的电话吵醒的。谢南洲，你怎么还不来上班？以前我和庄穗婉吵架，他不回家时，我都会去公司守着，等他回来。只要见到他，我就会道歉，变着法子的哄他开心。你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？不就是一点股份吗？我才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。你和我在一起，我还能亏待你？公司现在正是发展的时候，上市之后的资源不是你靠酒桌上的酒就能喝下来的。你知不知道郑宇白的叔叔是上面的人，手握实权，这样的人我只能用利益去捆绑，他才能全心全意地帮助我们。郑宇白的叔叔我知道是土地开发局的。对于哪方面都想分一杯羹的庄穗婉来说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资源。只是令我意外的是，庄穗婉会主动和我解释起这个事。或许以前我还能理解，但为了资源上别人床这件事，我属实不敢恭维。南洲，我们走到现在不容易，你就不能理解我？说到后，庄穗婉的语气都软了下来。我很少会听到他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话，毕竟以前我才是那个先低头的。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庄穗婉办公室的大门好像被推开了，那边沉默了几秒后，我就听到了他发怒时的声音：谢南洲，你要辞职，谁允许你走的？你的离职申请我是不会批的。你现在人在哪里？赶紧给我回来！不回去了，
既然你认为郑宇白能带给你更大的价值，那你就好好的和他在一起。谢南洲，你什么意思？现在立刻告诉我你在哪儿。他的声音有些急，随后是叮的一声电梯打开的声音。婉婉，你这么急是赶去哪儿？是郑宇白的声音。你现在立刻去查所有航班和高铁的信息。谢南洲要离职，要快，必须把他拦下来。郑宇白听庄穗婉说完后愣了一下，并没有马上行动，而是很自然地拿过庄穗婉的手机。谢总，是不是因为我，所以你才离开的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也不赞成我拿股份。如果你真的反对，我可以不要这些都还给你。你别胡闹了，你在公司这么年，如今刚上市就离职，你让公司的老员工怎么看待婉婉？你这样胡闹会给人心带来很多猜测。你走什么走？这件事和你没关系。郑宇白刚说完就被庄穗婉制止了。谢南洲那边我来说，你好好待在公司，这个公司谁都可以不在，唯独你不行。听着他的话，我莫名的觉得有点好笑。刚想挂断电话，庄穗婉又开口：谢南洲，宇白都和你道歉了，你还要什么？道歉？一句道歉就可以霸占属于我的东西？你的这个公司都是我的，我想给谁股份就给谁。什么叫属于你的东西？宇白说的果然没错，这些年你待在总经理的位置早就不满了吧？是不是也想把我踢下台，自己做董事长的位置？难道不是吗？没有我你会有今天？谢总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虽然你确实有能力，但没有婉婉管理有方，公司也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好。宇白，你别和这样的人解释，像他这样贪婪的人，给再多也不会满足的。谢南洲，你不是想走吗？好，我批准了，有多远滚多远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郑宇白嘴角勾起一抹淡笑，却还故作悲伤道：这样不太好吧？毕竟谢总跟着您这么久了。你放心，我最了解谢南洲，他离不开我，不过是对我的做法不满意，和我闹小脾气。不出3天，他肯定会回来求我的。原来庄穗婉一直都知道我离不开他，喜欢他，可他还是一次又一次伤害我。这一刻，我对他彻底死心。嘟的一声，庄穗婉匆忙挂断电话。挂断的前1秒，我听到那边传来汇报声：庄总，不好了，我们公司多方的投资商都撤资了，现在好几个项目都停滞了，预计亏损3个亿。庄穗婉整个人愣在原地，郑宇白却不以为意，只当是开了玩笑。怎么可能？公司才刚刚上市，发展前景这么好，怎么可能会有投资商这时候撤资？庄穗婉也在职场混迹了这么多年，听完郑宇白说的话后，悬着的心陡然放下。宇白说的不错，商人重利，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和我们终止合作？不是的，庄总。汇报的人准备把合同递到庄穗婉面前，他看都没看，直接摆了摆手。公司刚上市，不要制造焦虑，做好本分的事。郑宇白也跟在他身边狐假虎威，以后不要在公司散播这些谣言，非则直接开除。最后被逼得没了办法，一通电话直接打到了我这里，还是当着庄穗婉的面。谢总，不好了，好多公司把投资从公司里撤出去了。郑宇白脸色瞬间黑了，立刻阻止道：谢南洲现在已经离职了，你给他打电话做什么？我现在才是你们的顶头上司。说完，他直接抢过手机嘲讽道：谢南洲，难怪你这么轻易的就放权，原来早就在公司安排了眼线啊，难怪一点都不担心。既然你这么着急在公司安插眼线，那我就把和你走得近的人全都换一遍，我倒要看看
你还怎么了解？我没说话。这时，房门突然敲响了，服务员进来提醒我：“您好，谢先生，您的飞机还有3个小时就要起飞了，得赶紧出发了。”我嗯了声。庄穗婉突然朝我吼了声：“什么机场？谢南州，你要去哪里？你瞒着我离开。你说过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都会照顾我一辈子的。你不准走，在机场等我，我现在就过去。”庄穗婉，你不用过来了，我们分手吧。那边的庄穗婉明显僵了几分钟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其实我是打算回家之后再和他提分手的事，但现在好像不需要我再等了。谢总真的要和庄总分手？谢总在公司这么久，如今公司好不容易上市了，这时候走也太不划算了吧？庄穗婉那边响起此起彼伏的讨论声，但最重要的还是一句分手。可是庄总难道不是和郑总在一起吗？谢总为什么要和庄总分手？难道谢总和庄总是一对？公司上市后，庄总却抬了郑总上去，所以谢总才走的。郑宇白一听这话，脸色都白了。最后还是庄穗婉开口制止了对话：“你们几个胡说什么？还想不想在公司干下去了？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庄穗婉总是会毫无理由地站在郑宇白这边，他会无条件地去维护他，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就覆盖在我之上。”我快速挂断电话，也不管那边的庄穗婉是什么反应，直接踏上回程的飞机。飞机落地后已经是第2天上午，我妈一看到我就把我抱在怀里，嘴里一直在重复一句话：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……”那一瞬间我泪眼朦胧。自从和庄穗婉在一起后，我整颗心都扑在她身上，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妈，对不起，当年我应该听你们的话，选个门当户对的，也不至于回来之后还是这样一副狼狈的模样。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们，还让爸爸一把年纪操心公司里的事情，忙得抽不开身。你还知道回来，还知道有我这个老子。坐在沙发上的人怒斥了声。妈妈碰了碰他的手臂：“儿子好不容易决定回来，你板着一张脸做什么？小心又给人吓跑了。跑了就跑了，为了一个女人把自己折磨成这样，像什么样子？”我低着头不敢看我爸的脸。我知道这次我能回来，他很开心。他向来都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只是不愿意承认。爸，我知道错了。不过这些年，我帮庄穗婉的公司也收获了不少资源和人脉，现在完全有能力独当一面。你就当这些年我是出去历练了。我爸像是来了兴趣，说话的时候嘴角微微上扬。行，明天你跟我去公司，我倒要看看这些年你除了谈恋爱还学到了什么真本事。你们父子俩真的是一回来就要分个高低。先吃饭，工作的事吃完饭后再说。我妈拉着我向擦桌走了过去，看着一大桌都是我爱吃的菜，瞬间红了眼眶。和庄穗婉在一起5年，她向来只顾及自己的口味，从来不在乎我。她明知道我不喜欢香菜的味道，但每次都会放很多，因为她喜欢用香菜来提鲜。想什么呢？赶紧洗完手来吃饭。我笑着嗯了声。这顿饭是我这5年来吃的最舒心的一次。吃饱喝足后，我刚回到房间，躺在床上休息，庄穗婉的电话又来了。谢南州，你去哪了？赶紧给我回来。庄穗婉，走之前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分手了，我去哪儿和你没有关系。庄穗婉气急败坏，砰的一声砸了手边的玻璃杯。谢南州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不回来，我就真的不要你了。我不以为意，以前我和庄穗婉吵架时也离家过几次，
但庄穗婉从来都没有像这次一样找过我，因为他知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不会撇下他。庄穗婉，这次是我不要你了。庄穗婉连呼吸都停滞了，他大概没想到这一次的我会这么坚持。你那天和我提分手，我没有同意，有什么话你不能当面和我说，在手机上说的不算。手机和当面有区别吗？当然有。几乎是在我话落的瞬间，庄穗婉立刻开口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庄穗婉，你是不是觉得当面我没办法开这个口，无法和你说出分手2个字？庄穗婉沉默了。大概是这5年，他已经太了解我的性格，但他不知道，一旦我决定要离开，就不会再回头。我们之间早就没了感情，就算见面了，我还是原话。可是你明明答应过我，这辈子都不会离开我的。谢南洲，你为什么会变啊？我握着手机的力道不断加重。我确实说过永远不会离开他这句话，但庄穗婉忘了，我说这句话的前提是他还喜欢我，不会背叛我。他现在做的一桩桩一件件都在消磨我对他的喜欢，是我变了吗？我反问道。庄穗婉没答，反而反问道：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？谢南洲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？明明8字没一撇的事，却被他说的和真的一样。刚开始雨白和我说的时候，我还不信，现在来看，他说的果然没错，又是郑雨白。只要是他说的，就算是无中生有，庄穗婉也是无条件的相信。信不信随你。挂了，以后别再来打扰我。第2天，我刚起床，我爸就把我叫去了书房。他递给我一份方案，我诧异地接过，翻开看了眼，是庄穗婉公司递过来的合作邀请。你好好看看，至于合不合作看你，我尊重你的意见。但抛去情感不说，他的这份方案我看着很不错。我捏着合同的手不断收紧。这份方案是曾经我在公司的时候做的，庄穗婉曾经答应过我，这份方案如果主理人不是我，就永远不会被拿出来。原来从一开始，庄穗婉就从来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这个方案交给我来解决吧。我爸点了点头。你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。好，很快我就跟着我爸的秘书开始熟悉公司。之后的几天，庄穗婉没再联系过我。再次见到庄穗婉是在1周后的酒会上。我爸为了庆祝我重新接管公司，特意办了一场接风宴，让我好好熟悉一下合作方。庄穗婉见到我第一眼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谢南洲，你怎么在这？他身边还跟着郑雨白。郑雨白看到我第一眼，脸色瞬间就变了。真的巧，说是离开，可走到哪里都能遇见。我都把公司大换血了，没想到还是有你的内应。庄穗婉的脸色也瞬间白了。谢南洲，没想到你的心思还没有回到正轨，你能不能脚踏实地，不要肖像不属于你的东西？我们好好聊一聊吧。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聊的。说完，我径直朝宴会现场走去。庄穗婉先我一步拦在我面前，嘴角嘲讽：谢南洲，你装什么？你知道你走进的这个酒店今天是办什么的吗？离开了我，你就是一个无业游民，你有什么资格进入这里？如果你现在和我好好谈一谈，说不定我还能带你进去认识点人脉。庄穗婉，我们之间到底是谁靠谁的人脉起来的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话语刚落，我妈妈突然出现，拉着我的胳膊往宴会现场走。快走吧，宴会就要开始了，再不走就赶不上了。我知道我妈妈是想快点让我摆脱，顺势点了点头，刚准备跟上，庄穗婉跟在我身后大喊：谢南洲，你执意要和我分手，是不是因为他？
他能带你来这种宴，想必身份应该不简单吧？你和我说说，他给了你多少好处？这个女人能给你的，我难道给不了吗？我们在一起5年，我有亏待过你吗？你这么对我是不是太过分了点？庄穗婉，闭嘴！我转身冲他大吼了声。庄穗婉的眼眶立刻红了起来，她声音有些颤抖：谢南州，你吼我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女人吼过我。你明明说过我在你心里才是最重要的那个。你如今为了这样一个老女人吼我？庄穗婉猛地甩开郑宇白的手，走到我面前。谢南州，我告诉你，我庄穗婉不是非你不可，我的公司也不是非你不可，是你离不开我。离开了我，你也就只配找一个这样的货色。谢南州，实话告诉你，今天我过来就是为了和第一首富谈合作，一旦成功，集团就会更上一层楼。我劝你今天最好想清楚，到底要不要回来。我轻嗤一声，十分不屑。自从我走后，不少投资商都已经从集团撤资。庄穗婉不仅没有意识到危险，反而还听信郑宇白的话，放任不管。这次也不知道是哪里得来的消息，觉得我家会和他合作。你凭什么认为你一定会谈下这次合作？前几天我已经安排人把合作方案递给了首富，听说他对我们的方案很感兴趣。我不屑地笑了笑，拿着我方案现在在这里向我炫耀，真是可笑。在谈合作之前，我还是劝你好好查查公司的账吧，别到时候为了捡芝麻丢了西瓜。庄穗婉气急败坏，当着我面扬起手，却被我妈握住手腕挡住了。你个老女人干什么？我和我男朋友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里挡着了？你一个3还挺嚣张。庄穗婉，我警告你，嘴巴放干净一点。我妈妈直接一巴掌打在她侧脸。庄穗婉整个人都愣在原地。你敢打我？宴会现场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不一会儿，不少人的目光都聚焦了过来。庄穗婉猛地甩开我妈的手，她刚抬起手，整个人突然愣在原地。谢总，你怎么会在这？谁允许你在我的地盘欺负我的妻子和儿子的？妻子、儿子？庄穗婉被他说的有些懵。谢总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些误会？您这么大的人物，我怎么可能会欺负您的妻子和儿子？刚说完，庄穗婉忽然意识到不对，她似乎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也姓谢。难道谢南州是你的儿子？很快，庄穗婉就否定了这个想法。不可能，世界上姓谢的人这么多，怎么可能他就是您的儿子？就算他是您的儿子，这5年为什么他一句都不和我提？刚创业时，他喝酒喝到胃出血，只为了给我拉投资。如果他是您的儿子，不是一句话的事吗？哪有人会那么傻，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？是啊，一想到曾经的自己拿命在为庄穗婉搏未来，我也觉得很可笑。你走吧，这里并不欢迎你。庄穗婉猛地抓着我的手腕。不，我这时候不能离开。就在这时，庄穗婉的电话响了，她挂断了几次，最后才无奈地接起。很快，那边就响起了焦急的声音：不好了，庄总，我们集团的股市动荡，还有好多工人堵在我们公司的门口，拉横幅说我们拖欠工资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上次领导就和你说过这件事，但你不予理会，还把他开除了。事后就没有人再敢在你面前提起这件事了。庄穗婉听完电话那端的话后，整个人往后踉跄了几步。如果不是郑宇白及时在后面扶住他，这时候早就摔倒在地了。随后，他只是看了我一眼，拉着郑宇白的手，匆匆忙忙地走了。庄穗婉走后，
这场接风宴办得十分成功。当晚，庄穗婉通过各种途径联系我，希望我能借他一点钱周转一下，都被我拒绝了。之后就没再听过他的消息，直到我订婚那天，邀请了一位共同好友，才知道庄穗婉的公司破产了。因为项目上的资金投入太多，但启动资金不够，很多项目都被迫停止了。他找郑宇白帮忙，可郑宇白压根不管他，两人最后大吵了一架，谁也不知道那之后的庄穗婉去了哪里，在想什么呢？该下去敬酒了。未婚妻拽着我的手腕，我这才回过神。我端起酒杯笑了笑，没什么，走吧。到时候爸妈该等着急了。自从我正式接手公司走上正轨后，爸妈就给我介绍了一位相亲对象，不管是学历家世样貌都不差，在生活和工作上都能给予我很大的支持。我想都要结婚了，庄穗婉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，我是时候该迈入新的生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